我拍影片的师傅，马来西亚的费尔小马，他说过，100个人就有100种养鱼的方式。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位也是马来西亚的朋友 Steven， 他的养鱼方式，如果不是看到我下面的这些影片，阿师你都不会相信的。嗨，Steven， 你现在总共养了几缸啊？现在我淡水缸有9缸，哇，那么多。那海水呢？5缸就先是有2缸啊。哦，只有2缸。那你海水这样养多久？我是今年12月开始，差不多1年了，刚满1年。很厉害，有人带你吗？从头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人教我怎样养海水缸，因为现在的资讯啊，网上资讯很发达，之前还没下海的时候就有看阿公的视频，是啊，阿公有讲去介绍一些基本的下海的一些知识啊，有吸收一些知识。那你2缸有串联吗？有串联，我就是没有寻求我的那些鱼店帮我做缸，我是自己做的。我是把2个缸合起来，就是我会用那个转嘴啊，转2个洞，靠高低啊。如果那个水满了过后，它会漏气，因为靠地心引力，去到矮的缸，就是缸是用一样的水体啊。那我看你的那个鱼缸啊，你有很多藻缸。对，你总共有3个藻缸哦。对，我有3个藻缸。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藻缸？其实是藻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讲系统。因为我的底部过滤，我是完全没有用滤棉，也没有用那些我们说 reactor， 就是一些氮板，那个我们讲 calcium reactor 我没有用，就是那个钙板。钙板，还有豆机我没有用，还有那个我们说那个膜带那个过滤棉啊，膜毯，没有用。我就是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最经济的也最简单了。就是下水的时候下到那个藻缸的时候，那它会升到满了。升到满的时候就形成一个生化棉的概念这样子。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缸里面有浮游生物，浮游生物是它会清洁主缸下去藻缸的时候，还有一些粉尘处理这些东西。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要控制那个鱼缸的 pH。水的酸碱性啊，因为我们珊瑚缸是海缸嘛，海的碱性是 pH 8.0以上，所以就是靠葡萄藻跟石藻，就是我藻缸里面有的，就是会吸收我水里面的多余的二氧化碳，保持在我的缸 pH 一直稳定在8.0到8.4之间。pH 就是不稳定的话，会影响珊瑚的成长。如果藻缸条件允许的话，就是要24小时一定要开着。如果在晚上的时候，它会释放出二氧化碳。早上就是吸二氧化碳，但是它晚上是吸氧气。晚上它释放出二氧化碳的时候，你的缸的水体会变酸。变酸的时候会影响硬骨啊，其他珊瑚啊。就好像用那个钙板的概念，钙板就是里面有放那个珊瑚骨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放那个 CO2 那个二氧化碳进去里面。就是把那个水变酸，那个钙会融化掉，它是很有效的吸收 NO3 也是会吸收一些 BO4。我的这个珊瑚缸的系统，我们叫做超低盐珊瑚系统。所以你几乎是没有用一些外来的设备，你全部都是靠藻来处理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用了藻缸之后，有在测数据吗？一整年的图表，我有测，就是每10天我会测一次。那现在目前数据都正常，就是看消耗多少，我就用那个滴漏机滴漏回去啊。我们讲滴定滴定就是我们一个稳定的珊瑚缸，就是你还没添加新的珊瑚之前，你要知道你的珊瑚缸是消耗多少巨氧元素。当你知道每个10天消耗多少巨氧元素的时候，回去你就记录下来。有滴定也是要测了，因为你消耗太多你也不知道，尤其是你加新的硬骨，它们消耗 KH 跟钙消耗很快，藻也是会吸收 KS。当那个藻没有 NO3 的时候，它会开始吸收 KS， 所以我的缸是 heavy feeding， 就是会倒立喂食啊。我的 NO3 不可以一直保持在0。如果你的缸里面没有浮游生物的话，保持0是不好的，对珊瑚。珊瑚也是需要那个 NO3 的 ，NO3 一直保持在0很长的时间，你的硬骨的颜色会不鲜艳。
比如你的澡缸里面有很多的浮游生物，就算你的 NO2 是保持在0，生物也会有机会吃到那个浮游生物啊。扁跳虾的它的幼儿啊，显微镜才能看到一些浮游生物。我们说自然的生物量 ，BO 是0点多是 OK 的，但是 NO3 不可以长时间保持在0。NO3跟 PO4 它是2个有没有一个标准的比例？我们说 MP 失衡是吗？也不可以距离太远，我们会造成那个菌种失衡啊，突然间那个褐藻会爆发。BO4 跟 NO3 的距离就是 NO3 5，BO4 0，这样的话就比较稳定一点点。那 NP 失衡的时候，对软体也应该会有影响吧？LBS 软体也是会受到影响，有时候它的触手会变短，有时候它不开花。当火柴长时间触手短的时候，它容易生病的，被那些虫侵蚀啊。最重要就是能保持它一直开花，它触手那些害虫都打不进来它的肉体里面了。这是我经验知道了。谢谢你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拜拜，晚安哦。好。所以真的是很神奇，一个鱼缸竟然完全没有任何滤材，包括珊瑚骨、细菌污或者是蛋糕滤材，全部只用澡缸就可以养得这么好，实在是不简单。